欧洲失去战略自主，被拜登大骂见鬼去吧！中国的机会在哪里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，欧洲原本应该是撬动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变量之一，成为中美做拉拢的对象。如果从综合实力的角度来看，欧洲应该是这个世界上独立的一极。就意识形态、文化和安全战略而言，同为西方国家的美国更容易拉拢欧洲。不过，从经济合作的层面分析，中国与欧洲的贸易额又超过了欧美之间的份额，而且中欧在安全战略上不存在相互威胁的情况。从中国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当然希望与欧洲保持更紧密的合作。用中国驻欧盟使团负责人的话说，中欧关系也可以没有上限。那么，美国、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又将如何发展呢？其实，最本质的问题还是要看欧洲是否能够保持战略自主。不过，当前的形势对欧洲来说却非常不妙。拜登访问欧洲前，在国内的一场公开演讲中，对欧洲批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嗤之以鼻，大骂见鬼去吧！拜登对欧洲所表现出的傲慢，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世界地缘政治的必然结果。欧盟已经完全被美国牵着鼻子走，几乎被美国人玩坏了。美国现在裹挟着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援助武器，试图让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长期化，进而消耗欧洲的发展潜力，帮助制造业流向美国。欧洲降低对俄罗斯石化能源的依赖，还让美国获得了对欧洲能源的控制权，高价向欧洲销售油气，赚的是盆满钵满。战争的升级又让北约的地位进一步强化，欧洲各国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。美国甚至还明里暗里地拉着北约来对付中国。在政治正确的推动下，欧盟即将宣布对俄罗斯采取第10轮制裁。这些制裁当然会对俄罗斯造成不利的影响，但也会严重伤害到欧洲自身的经济和安全，甚至会引发社会危机。欧洲因为俄乌冲突而遭到严重打击，并被收割。美国给欧洲的可不是安抚，而是致命一击。在欧洲大国看来，美国去年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，其3700亿美元的补贴，对欧洲企业构成了不公平的竞争，是在对欧洲去工业化。当然，被收割的还包括日本和韩国。面对欧洲国家所表达的不满，甚至准备抱团反击的言论，拜登没有给出解决方案，也不当回事，而是来了一句见鬼去吧！这充分暴露出美国对欧盟伙伴的极度轻蔑。当欧洲正在蓄积的对美国的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双方有可能会发生一次大的碰撞，这就为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改善带来了一个契机。因为欧盟要与美国对决时，中国就会变成欧盟反击美国的重要筹码。那么，中国与欧洲关系发展的机会在哪里呢？首先是在双方共同反击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上。作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，中欧双方都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受害者。中国在1月份刚刚与挪威、瑞士、土耳其等国一起提出了8项议题，联手在 WTO 对美国打响了第1枪。在应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所带来的冲击上，中欧仍然有很大的合作空间。其次，中国正在强化与欧洲大国的联系，这对中欧双方而言都非常重要。美国凭借其政治、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实力，更容易分化欧洲国家，特别是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力非常强，并借此来破坏中欧合作。中国则选择与欧洲大国领导人加强沟通。德国总理舒尔茨、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去年年底先后访华，法国总统马克龙、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则计划在今年访问中国。冯德莱恩也期待能适时访华，以改善关系，加强经贸合作。最后，中国与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，都希望俄乌冲突能尽快结束。双方在促进合作、解决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同样有机会合作。只要中国坚持中立，只要欧洲也想结束乌克兰危机，
那么中欧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就会出现明显的差距。总体而言，美国利用乌克兰危机收割欧洲，迟早会出事儿。而中国通过强化中欧双边关系，帮助欧洲保持战略自主也非常重要。中国、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，只要拜登政府继续对欧洲保持傲慢、自私的态度，那么中国与欧洲多数国家改善双边关系、提升合作水平的机会就会到来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